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6月23日，咁喺呢個 weekend 咧就發生咗 something big 啦。因為特朗普總統咧之前就預告會有 something big 噶嘛，咁結果發生咗，就係咧美國同以色列嘅聯合軍事行動啊，就係摧毀咗呢個嘅伊朗嘅核設施。咁係咪做翻件好事呢？咁我一直咧係認同咧，對於呢個所謂嘅邪惡軸心嘅國家威脅世界文明嘅國家咧，就應該要強硬嘅。咁當然有啲人唔認同伊朗係威脅世界文明啦，但係伊朗至少係威脅咗佢國內嘅文明，加上咧鄰近地區嘅安全。呢個伊朗嘅女性喺2年前就爆發咗頭巾革命，結果咧就係伊朗斷網禁網禁止咗佢哋咧上街示威，然後就繼續壓制佢哋，要求咧伊朗嘅女性咧係要繼續戴頭巾。因為之前咧就有伊朗嘅女性咧，因為唔合規格戴頭巾，被拉咗坐監，喺監獄裏邊咧就死於非命，引發咗咧呢個嘅頭巾革命好多中產階級咧同埋即係知識分子嘅家庭都係咧堅定地反對頭巾法。咁而伊朗咧仲有一個問題伊朗式離婚伊朗咧嗰個知識分子咧離婚率都係高嘅喺德黑蘭咁但係咧伊朗咧仍然而家咧都係神權父權為主嘅國家。喺伊朗咧包辦婚姻咧，或者係家族安排婚姻咧，仍然係佔咗主流嘅。除咗係一啲高等嘅知識分子咧，就有自由婚姻、自由戀愛之外咧，即係新一代就多咗啦。但係事實上而家喺啲落後嘅農村地區，仍然包辦婚姻係普遍存在。咁所以伊朗嘅威脅咧，唔係純粹係對西方嘅權力嘅威脅對人權嘅基本威脅。當然有啲人就話喂，別國內政嚟嘅喎呢啲，但問題。嗰個教權咧，擁有壓倒性制衡呢個嘅人民多元聲音嘅權力能力啊嘛，即係你如果完全話不干涉別國內政，就係讓佢哋咧，即係長期被擠壓咧，你係唔出手喎呢個孔子都講見義不為，是無用也咁所以不干涉別國內政同埋即係人性之間咧，應該係如何取捨咧？我梗係選擇取捨人性嘅即係選擇人性嘅。咁呢一個咧，伊朗就係俾美軍嘅轟炸佢核設施。咁特朗普當然面對住國內嘅反對啦，民主黨桑德斯或者係共和黨亦都有唔少議員跳票認為咁係違反憲法嘅。嗱，特朗普咧由17年上台嘅第一任咧，就已經有6條嘅憲法佢係觸犯咗，而最終係判咗佢輸，去到上訴法院咧都係判佢輸嘅。咁而家新嘅一屆咧就有8條。但係仲係上訴緊，最後會唔會輸呢？可能當佢輸一半都起碼有10條啦，即係咧佢2任任期至少咧都有10條咧係違反憲法嘅，所以佢違反憲法係當食生菜噶嘛咁但係咧今次係咪違反憲法呢？我就有啲懷疑啦因為咧特朗普就話喂，呢個係特別軍事行動嚟嘅，唔係宣戰。美國憲法就定明咧國會先有能力對外宣戰嘅，咁但係咧佢就唔承認呢個係宣戰嚟喎，因為宣戰係2樣嘢嚟噶嘛。好似普京都到今天都冇對烏克蘭宣戰佢話特別軍事行動嚟噶嘛。嗱，事實上我查一查咧，喺2次世界大戰以後咧，大部分美國嘅一啲嘅軍事行動咧都係冇宣戰嘅都係冇宣戰，因為一旦宣戰咧，你就會陷入長期嘅戰爭。咁但係咧，你要經過國會先可以宣戰嘅，但係而家特別軍事行動咧，即係幾日嗰啲完咗佢嗰啲咧，攻擊人哋嗰啲軍事設施或者係斬殺嗰啲恐怖分子嗰啲咧，如果你經過國會咧，人哋咪知道咪走咗去咯，或者人哋轉移咯陣地咯，轉移嗰啲軍事設備啦，咁所以咧喺特別軍事行動咧就應該要 flexible 一啲嘅呢個係戰爭嘅一啲嘅常識嚟嘅。咁但係 anyway 今日唔係講呢樣嘢，今日係講邪惡軸心係咪會倒下呢？呢個問題，因為咧我長期咧都係認為對於呢啲嘅邪惡軸心嘅國家咧，威脅人類文明嘅國家係應該用軍事方法壓制，而唔係仲制裁。因為我以往解釋過，你制裁佢，好似制裁朝鮮、制裁伊朗都係咁嘅情況，佢只會咧向內越嚟越保守。你越制裁佢咧，佢就越保守，人民咧就會越壓制然後佢嘅政權越鞏固因為咧，你一制裁佢咧，佢就會多咗民族主義者支持佢，佢就會變成名正言順。所以對於呢啲國家咧，直接軍事行動好似當年對伊拉克對阿富汗咁就合理好多。咁但係問題呢一個觀點咧，就唔係我諗出嚟嘅，當然咁我係20幾年前咧就睇到 Samuel Huntington 哈佛大學嘅右派大師亨廷頓教授咧所寫嘅《文明的衝突》，佢當時喺1993年嘅時候已經寫㗎啦佢就話西方話咧應該要提倡民主，
唔能夠讓基本教義派掌權。然後咧，伊朗同伊拉克應該接受核不擴散，但係以色列就唔需要。咁所以當然啦，呢個就係文明的衝突嘅根源啦。西方嘅雙重標準啊嘛，造成咗更多嘅衝突。咁啊，亨廷頓咧喺1993年開始咧就已經預言啦，下一個世紀係伊斯蘭同埋西方嘅衝突，然後係中國同埋西方嘅衝突。結果就完全俾佢咧喺93年咧預測到後來嘅模型啦。911嘅發生啦，然後咧喺喬治布殊嘅年代，小布殊嘅年代就係同阿富汗同埋伊拉克打仗，呢兩個政權倒台。喺奧巴馬時代咧係最多伊斯蘭嘅國家咧係倒台嘅，就包括埃及啦、穆巴拉克政權啦、呢個索馬利啦、呢個利比亞啦、突尼西亞啦呢啲國家，咁仲有也門啊嗰啲而家仲係內戰緊。咁喺奧巴馬嘅年代咧就最多，咁然後去到呢個嘅拜登年代咧，拜登嘅較少參與喎。咁但係咧拜登嘅時期咧就發生咗一個意外，就係由世俗派控制嘅阿拉維派嘅敍利亞政權咧就倒台。結果咧西方一直咧就係譴責呢個嘅敍利亞內戰啊嘛，結果就係由呢個嘅極端伊斯蘭主義組織重新奪權。咁咧即係過去嗰20年咧不斷咧西方文明同埋呢個伊斯蘭衝突。但係伊斯蘭嘅文明倒下之後咧，就變得更加恐怖嘅喎。佢捲土重來咧，塔利班而家阿富汗又捲土重來，伊拉克咧你解放咗佢之後咧，佢又陷入咗咧什葉派同埋遜尼派嘅內戰。然後呢個嘅敍利亞咧由極端伊斯蘭主義又上台，中間咧仲有伊斯蘭國 ISIS。咁而家咧伊朗未倒台啊，但係如果伊朗一旦倒台咧，可以預計咧就會轉向地下嘅喎。轉向地下咧就由原本咧嗰個亂局就主要係中東嘅啫，主要係呢個嘅伊朗同埋以色列之間巴勒斯坦之間嘅亂局，就變成全球化嘅咯喎。因為一轉向地下，佢就可以隨時喺倫敦喺巴黎喺紐約就發動呢個嘅唔同程度嘅一啲嘅攻擊。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可以預計咧嗰個圈原本由伊朗附近嘅衝突主要係由以色列、土耳其也門之間嘅衝突、黎巴嫩嘅衝突變成全球化嘅衝突，咁呢個就係嚴重喎。咁所以根結嘅問題就係伊斯蘭文明你應該如何去處理佢呢？呢個我就講過啦，一定係將佢去宗教化，變成一個徹底世俗化嘅政權。喺當年呢，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前嘅巴列維王朝，佢即使係世俗化嘅，就好似呢個嘅敍利亞嘅阿拉維派一樣，都係世俗化嘅，容許唔同嘅宗教存在啦。喺伊朗咧，仲有呢個拜火教喎，索羅亞斯德教喎，仲有佢哋嘅寺廟喎。咁讓婦女咧係解放，可以離婚，讓婦女咧可以有自由嘅思想，讀大學。伊朗咧讀大學嘅比例咧係女性咧係整個伊斯蘭國家裏邊咧差唔多，可能係最高噶啦，可能同馬來西亞咧係接近係最高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都係俾一次嘅宗教革命一下子就推翻咗。始終阿拉維派或者係巴列維王朝，佢哋世俗化都仲係單一宗教國家唔能夠完全咧將宗教咧同埋政權係分離實為政教合一。如果你實行政教合一，讓非宗教人士當權，基督徒當權，其他宗教人士當權或者女性做伊朗嘅總統，即係你要達到呢一天咧，當然談何容易啦。但係你達唔到呢一天咧，伊斯蘭文明同埋西方文明嘅衝突咧係唔會息止喎。呢個係可以預計嘅情況。咁但係要嚟到呢一天咧，就唔係幾十年或者唔係一兩個世紀可以做到嘅事情。所以就引證咗過去20幾年咧，美國對中東問題咧就陷入泥沼嘅錯誤啊！你越諗住解放佢咧，佢結果係越亂嘅。咁所以咧，最好嘅方法就係咩咧？最好嘅方法咧就唔係解放佢，唔係駐兵或者轟炸佢咧，都可以係止下咳嘅啫，但係解決唔到問題。最好嘅方法就係要扶植佢嘅反對派扶植佢嘅反對派，即係好似呢個嘅黑社會之以和為貴咁啊！嗰把刀唔係你懟佢，如果把刀你懟佢咧，佢就會將恐怖主義輸出全球咯。嗰把刀你就俾佢裏邊嗰啲人，等佢裏邊啲人懟佢。咁伊朗有冇反對派呢？伊朗係有反對派嘅。伊朗嘅反對派呢，但係當然啦，伊朗嘅反對派大部分都唔係國內嘅因為譬如話流亡嘅巴列維嘅儲君呢個嘅巴列維國王二世嘅仔，咁佢流亡咗海外係美國
仲有咧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啊，女性領導人啊，都喺美國嘅。咁呢啲咧反對派咧，佢哋就呼籲哈梅內伊就落台。哈梅內伊咧就80幾歲咯，坦白講啊，即係咧你就嚟見真主嘅，你就嚟見真主嘅時候咧，佢梗係唔會同美國妥協啦，佢寧願戰死咧，成為聖戰嘅一個犧牲者，咁佢就可以喺天上邊咧同個阿拉同埋佢啲伊斯蘭兄弟團聚啊嘛，就可以繼續咧享有呢個嘅永久嘅名聲，所以佢係唔會落台喎。而呢個嘅反對派咧喺國外咧其實就冇乜影響力嘅，當然因為1/3嘅伊朗人咧係可以翻牆嘅，經常都翻牆，所以而家伊朗就要用斷網嘅方法咧禁止佢哋翻牆。而伊朗咧亦都曾經係爆發過咧係復辟嘅一個遊行，就悼念巴列維王朝。伊朗其實比起某啲嘅即係某啲嘅城市啊、大國際大都會啊，係更加民主嘅，更加開放嘅，係可以有呢個嘅悼念咧前朝嘅一啲嘅遊行示威嘅。咁點解啲人會悼念前朝？頭先講過咯，喺前朝嘅時期，女性嘅地位仲係較高噶嘛。中產階級咧同富人階級咧生活係唔錯噶嘛。而伊斯蘭革命之後咧就係神權階級結合咗底層男性，形成咗一個伊朗嘅超穩定結構。因為底層嘅男性係佔大多數，而且咧好積極參與宗教活動，而且孔武有力，所以咧佢哋可以鎮壓到咧中產階級咧同埋女性同埋知識分子。簡單嚟講咧就係一個反智嘅集團，利用教權同埋底層去進行一個反中產階級、反知識、反呢個上層社會、反西方主義嘅一個陣營啊嘛。呢個就係伊朗嘅格局。但正如頭先所講，伊朗國內咧係冇反對派嘅，清一色噶嘛。但係伊朗國內咧係有改革派。而家伊朗嘅總統咧係馬蘇德，馬蘇德係改革派嘅總統，佢係主張咧釋放女性頭巾革命，讓女性咧唔需要咧再喺非宗教場合咧佩戴頭巾，主張咧同西方和解，主張咧就係同美國進行核談判嘅。但係結果咧就俾哈梅內伊咧係全面否決咗，佢一上台舊年咧就俾否決咗啦。咁所以咧而家西方嘅陣營咧其實應該積極同伊朗政府合作，去排擠呢個嘅宗教將伊朗咧變成一個咧真正嘅非宗教社會，否定呢個嘅政教合一。只要咧能夠走到呢一步咧，伊朗嘅社會咧先能夠翻天覆地嘅改變，然後教權咧佢就會變得式微。但係而家教權咧就同民族主義結合咗啊，所以咧你喺街頭咧有啲人咧就留言話，點解街頭上見到有咁多女性支持哈梅內伊嘅？喂，呢個就係長期被洗腦嘅結果喎，就好似啲圍村咁咧，亦都有女性咧係反對咧女人有丁權喎。佢哋由細到大數以十代都係不斷被教育咧，女性咧應該要結婚咧要聽從父親嘅安排嘅。喺教會咧就要聽從咧呢個嘅宗教領袖嘅安排嘅，所以就變成咗咧佢哋都係民族主義者，又同哈梅內伊嘅教權政府咧係結合咗，就變成咗一個呢個超穩定結構。咁所以關鍵就係你要同佢哋嘅改革派合作，讓改革派當權，讓呢個教權社會咧係慢慢淡化，再利用呢個推倒網絡長城，等伊朗嘅人咧接觸到世界各地啲人嘅資訊。唔需要翻牆，咁有一天咧就慢慢咧思想上先能夠咧啟蒙，用啟蒙代替救亡咧，先可以解決咧伊朗或者係啲伊斯蘭教咧嗰啲問題。但係當然我知道未必係我哋一代兩代人可以睇到嘅事嚟，呢個係千幾年嘅宗教，要將佢去除世俗化咧係好難。唔好講佢哋啦，講基督教、天主教都係啦，千幾年嘅政教合一。直至到去到英國亨利8世提出宗教改革，慢慢先淡化。但係今天咧，英國咧仍然聖公會主教咧都坐喺上議院裏邊喎，名義上咧都仲有政教合作嘅，政教未完全分離嘅。呢個涉及到我要回應一個問題啦。我上次咧就解釋過啦，我就話咧，即係要政教分離咧，其中一個特點就係應該要喺民主社會裏邊立法，就係唔可以俾父母代未成年人決定宗教。譬如話猶太教啦。就要喺未成年嘅時候咧有國禮喎，行國禮就係一個宗教儀式嚟嘅。喂，呢啲其實就等同咧代仔女去接受信仰，咁呢個係違反自由意志嘅。伊斯蘭又係，伊斯蘭律法咧就不得脫教喎。咁所以未成年人呢，只要出生喺
猶太家庭或者伊斯蘭家庭咧，就自然繼承咗佢哋嘅宗教。將來你要脫教咧，就要面對住你哋嘅社會啦、你哋嘅社群，甚至乎宗教律法嘅一個抵制。呢個就難以做到咧係政教分離嘅。咁啊，基督教、天主教咧，其實經歷過幾百年先慢慢做到政教分離。但係今天咧，仍然都係有基督教咧，係幫，甚至乎係幾主流嘅基督教咧，係幫呢個嘅嬰兒咧接受洗禮嘅。當然你就話，因為基督教咧將來大個佢唔信咪唔信咯，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如果要立法就應該一視同仁啊嘛，所有宗教都唔應該向未成年人咧係灌輸宗教思想。你可以作為一種知識咧，俾佢哋學習，但係唔能夠灌輸，亦都唔能夠代佢接受。但係咧即刻有啲香港嘅教徒咧就留言話：喂，基督教係冇嘅，係冇幫呢個嘅嬰兒受洗嘅。佢話我講啲嘢係唔準確嘅，咁我肯定係參加過咧，我有親友咧嘅 BB 一出世嘅受洗禮喎，咁所以我再三查證啦，佢哋話冇，咁啊因為香港咧係以福音派為主流嘅，而福音派咧就係即係佢哋嘅教義同其他宗教當然係唔同啦，咁所以香港人可能只係吸收教會嘅知識。就係吸收佢哋自己嘅宗派知識嘅啫。對於宗教史咧，因為我又唔係宗教人士啊，但係我對於歐洲史、英國史咧都花啲功夫去讀噶嘛。咁所以呢啲咧我係肯定係有讀過嘅。咁我再三查證下啦，到底有乜嘢教會係會幫嬰兒出生受洗禮咧？喺英國係而家仍然係非常之主流。首先英國嘅聖公會同長老會兩大英國嘅國教，一個係英格蘭嘅國教，一個係蘇格蘭嘅國教，仍然係會幫出生嬰兒接受洗禮。咁啊，除咗呢兩大教會之外咧，仲有咧傳統嘅東正教會同埋天主教會，都仍然咧係會有呢個嘅出生受洗禮嘅。咁啊，仲有路德宗改革宗、路德宗仍然咧係有呢個嘅出世受洗嘅。咁當然啦，有啲人話：喂，你講嗰啲都唔係基督教嚟喎。好多香港人咧，香港嘅教徒係分唔清楚邊啲係基督教，邊啲唔係基督教嚟噶嘛。首先，東正教同天主教就肯定係基督教啦。東正教至今仍然堅持咧新教新教即係嗰啲路德宗聖公會嗰啲係異端嚟嘅。到今天仍然係堅持佢哋係異端，因為所謂東正教就係東方最正統嘅教會啊嘛。咁所以咧到今天咧，東正教同埋天主教佢哋都係稱自己為耶穌基督嘅門徒所創立嘅正統教會嚟噶嘛。咁佢哋肯定係基督教。香港人所講嘅基督教呢，其實只係新教，即係基督教裏邊嘅一個異端分裂出嚟嘅一個支派。起碼喺正統教會嘅角度咁當然現代嘅天主教慢慢承認咗基督新教嘅。咁但係基督新教裏邊呢，仲有好多呢係有嬰兒受洗禮嘅。咁我查一查呢，就發覺喺歐洲呢，仍然係一個相當大嘅主流包括呢個嘅衛理宗啦，衛理宗喺香港都係一個主流教會嚟喎，都係咁反而咧浸信會阿米什靈恩派你呢啲係香港比較普遍嘅啦，或者係呢個耶和華見證人被稱之為異端等等呢啲教會啦，就係反對幫嬰兒受洗嘅。所以香港人接觸嗰啲只係新教裏邊嘅其中一支。喺英國咧，至少主流嘅新教教會咧係幫嬰兒受洗喎。咁所以如果要訂立一個一勞永逸嘅係去宗教化嘅，去政教分，即係去政教合一，要政教分離嘅法律咧，就應該從娃娃抓持禁止向18歲以下嘅青少年兒童進行呢個宗教嘅儀式，咁先能夠可以令到下一代咧用自由意志決定自己係咪信自己嘅宗教。以免咧佢哋由細到大咧被洗咗腦咁就變成咗難以做到政教分離嘅情況。呢個就係我嘅主張嚟嘅。嗱 ，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轟炸伊朗呢樣嘢咧，咁我係原則上係同意嘅。但係最後嘅帝刀咧，一定係要由翻伊朗自己帝刀，而唔好直接用軍事介入。今次以色列咧同埋美國會唔會重蹈20幾年嚟嘅覆轍咧？呢個就且看日後如何發展啦。OK，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